还有10秒。对，他就是下一个死神方便，沉稳的战术打法加上无歇止的出拳出腿，让他在擂台上越战越勇，同时也获得了诸位铂金名将的赞扬与夸赞。就在他年仅21岁的时候，轻松在擂台上斩获了31战31胜31次 KO。赛后的采访也是给了他一个宣告天下的机会，扬言要在春节前拿下世界第一。还有谁？你要干什么？我要拿世界第一！再说一遍，我要拿世界第一！在哪儿？还有谁？在昆明。刚才对着镜头大喊的小伙子叫徐元庆，来自河南，绰号搏击小霸王，年仅18岁就已经斩获了31战全胜全终结的战绩，实力堪比死神方便。目前徐元庆是中国最年轻且连胜最高的选手。就在徐元庆越战越勇之际，突然杀出来了一位国际拳坛的搏击名将，他叫思南，绰号是神，多少不败战神都倒在了他的爆裂拳之下。欧洲冠军、世界冠军通通被思南收入囊中。这场比赛对于徐元庆来说，不仅仅是维持连胜这么简单，徐元庆将会面临一个巨大而又艰巨的挑战。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徐元庆是如何终结思南连胜，维持自己连胜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思南比徐元庆足足大了7岁，而且身高臂展也比徐元庆高出很多。自身的实力与比赛经验，徐元庆也比不过这位拳坛老将。不过徐元庆可是中国连胜最高的搏击小将，别看年龄不大，徐元庆的爆发力还真不小。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徐元庆，蓝方选手来自比利时的思南。好，这个思南很有意思啊，因为之前我找不到他的比赛的视频，跟他经纪人要，他就把他被 KO 的视频拿给我看了。哇，他想扮猪吃老虎吗？哇，这一招是绝了。是，一般的运动员都会把一些最好的拿给大家看。那后来就是我确定啊，那个人是谁，因为有其他赛事把他的国籍搞错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判断是不是那个人。而且他之前打70公斤的，这次跳升上来打77。那面对我们这个徐元庆，2001年的，韩老师最怕这2000年后了，太年轻了，一直提醒着他自己的年纪。但是徐元庆所实施的战术打法绝对有高人在指点，打完一套就转换位置，继续对思南发起主动进攻，多方位的转换已经把思南打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的思南看似是在畏惧徐元庆，实则是在准备做防守反击。徐元庆的火力全开已经让思南意识到了危险。所以思南正在逐渐增强进攻攻势，试图与徐元庆进行硬碰硬。基于之前的战绩和这个擂台比赛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看不出他有很稚嫩没有，虽然也很年轻，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真的很老练。他以前这个在八号演播厅比赛的时候，只要有顺远的运动员出现，他就会跟着，这是个小跟班，那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哦，原来他已经是很能打的一个小运动员了。哇，很厉害。是。他是从这个13岁就开始跟着涂老板，所以他有个绰号就叫13。对，训练蛮多年了。平时徐元庆也很刻苦，很勤奋。对。那徐元庆就是动作多，敢攻击，但是呢，徐元庆的战术打法确实与方便有点相似，打得过就一直打，打不过就开始拉扯或者是逼近对手内围。然而徐元庆却异常的喜欢对攻。只要能和思南在内围展开对抗，那徐元庆必然是选择对拼而不选择后退。拳刚刚也打到了我们的徐元庆的下巴，所以徐元庆向前进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前手放出来，谁要站呢？老早不要站，不要站了。我相信今天这个对手跟徐元庆之前打的可能比较不一样。对，比较老练，技术也比较沉稳比较细腻，打得准。所以这个徐元庆刚开始想冲几次都被打到下巴了。还有10秒。对。被读秒的思南明显有点蒙圈，根本就想不到徐元庆竟有如此大的爆发力。这次读秒也是让思南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一个年仅18岁的小伙子，竟然能打出如此快准狠的拳法。不过这一切都在徐元庆的计划之中。哇，徐元庆，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喜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就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蔡老师话音刚落，给初生之犊不畏虎，对，下巴被对方打了好几次，但是我不管你 ，bang bang bang， 是的，击倒对手。哇，太厉害了！刚开始你看对方的眼神还是很老练的。打中了有点晃。
哦，2拳，连3拳，对手倒了。来，跟着。对，相信徐元庆拿到这次强毒之后啊，信心大增。对，第2回合动作会更多。好，第2回合比赛，第2回合开始了，思南开始积极主动对徐元庆发起进攻，来回的晃动给足了徐元庆视野上的假象。然而徐元庆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则是继续利用赛前所制定的战术来与思南进行对抗。强大的压迫感让思南不得不节节败退，不然就会遭到徐元庆的组合拳法进攻。蓝方开始用他职业拳击的技巧来对付徐元庆喽。这个前手上勾，前手上勾拳通常是比较冷的，那徐元庆能够躲掉，代表他眼力不错。对。哇！徐元庆有一个踢裆，从进攻的方式来看，徐元庆并不是故意踢裆。对。那个顺远目前有好几个教练，一个是带精英的陈教练，那目前徐元庆是由张教练来带着。就是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他们发现问题，找出不足，觉得教练这方面有点弱的话，他们就有调整。是。所以有了多的教练之后哈，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顺远的运动员的进步。对。他们以前更多的时候是经验比较多的老队员带新队员。是。那也是因为顺远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他老板用徐元庆所实施的战术，思南一时间很难破解，只能等到徐元庆的体能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寻找侦破的办法。照徐元庆这样打下去，不出1回合，徐元庆的体能就会出现问题。思南在等待机会的同时，也在做着一些精准的防守反击，尽量将比分持平。不错。哦，这个下巴还是要注意一下。不错。徐元庆打得很坚决，这个小孩前途非常的有希望。很年轻。对。我们不敢说无量，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还会遇到很多事情。会发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对，所以还年轻啊。哇！那也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战绩很完美就有所松懈，因为这个在全世界，徐元庆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赞扬，并不是他一人所致，而是他背后的团队以及运营。他每一回合所支配的体能就是赛前所预定好的，只要超出使用体能，那么绝对不会轻易获得如此豪华的战绩。不过徐元庆这个小子还比较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呢。他的技术就在那边。对。要提高一点，不然踢到裆了。前手又下来了。哦，小心！哦，对，摇闪有点低了。哇，继续。好，徐元庆开始发动了。不要冲了，不要冲了。徐元庆可以多一点吸法，今天吸法还没做。光跟对方拼拳，其实会渐渐落入对方的这个陷阱里面，因为对方是喜欢玩拳的。好，还有10秒。是。那同时要小心对方的高手突。哦。对方高手是很冷的。徐元庆第2回合手开始有点跳了，我相信思南的后脚的高扫踢已经在准备了，已经在有。回合结束了，总体来说徐元庆发挥的还算是不错，连续的重拳打得思南毫无招架之力，甚至连最基本反击都不敢做。然而思南也是不急不躁，毕竟思南内心正在酝酿一个天大的计划，并不能只顾眼前这些优劣势。比赛回合还剩下最后一个，思南再不抓住这次机会，恐怕将会遗恨千古。好，第3回合开始。第3回合开始了，思南正在等待徐元庆浪费大量体能，伺机而动对徐元庆发起大举进攻。结果徐元庆早就将体能分配均匀，即便是到了比赛结束，徐元庆也不会出现体能上的问题，
除非徐元庆临时改变了原有制定的作战计划，一直等不到机会的思南也不再等待，直接就开始对徐元庆发起猛攻。哦，高扫上来还好，这个发力不安全。果然，这个思南准备好了他的高扫。对，这个都已经想好了。直接硬，出就硬。我希望那个徐元庆也要有这种感觉，对手已经在瞄准你了。对。这个在场上，其实两个人都要互相捉摸对方的心理。是。叠对叠啊！哦，再放一下。抓得出，对，胡志现在抓得出啊，抓得应急。现在胡老板顺眼的胡老板也非常紧张。是。即便是思南毫无保留对徐元庆发起进攻，那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攻破徐元庆的防线。毕竟徐元庆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搏击小将，年轻气盛的徐元庆进攻密度下来了不少，但精准度却提升了很多。反观思南出拳出腿的精准度则是更加准确，毕竟思南被读秒了一次。不急于抢夺比赛优势，思南很容易会被徐元庆点胜。是的，所以徐元庆也有点陷入苦战哦，要小心。手拿起来，前手晃拳，应急砍拳，3、哎，看一下徐元庆，尤其思南就是他的战力还是维持得很好，然后呢，他也有一击必杀能力，所以呢，这个徐元庆千万分分秒秒都要特别当心。是，还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调整状态调整的比较快，对手拳法准，然后后脚高扫等在那边，蓄势待发。那徐元庆都仗着他年轻冲，但他教练也有在讲，不要一直冲，就是你要保持冷静的去打这个比赛。过去徐元庆31胜就是冲出来的，所以他相信自己的这个冲劲。冲是他的特点。是。而且比今天更冲，今天已经很克制了。那今天也是因为对手太难缠了，所以其实徐元庆没办法把这个火力全开。对。这场时间还剩下最后的40多秒的时间，徐元庆依然没有出现体能不支的情况。看来徐元庆这个小伙子并不是一般人，背后指定有高人在指点。年仅18岁的徐元庆竟然能与拳坛老将思南对拼3个回合且不落下风，而且还获得了1次读秒优势。这个徐元庆果然不简单。地方看这徐元庆的技术比较细腻一点，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冲。今天是攻守进退都蛮不错的，那只是对手的经验比你好。对。好，10秒。好，接下来这个比赛结果要交给裁判了。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的精疲力尽了，也相当的精彩。上勾拳躲掉。哦，这一脚挂到头上了。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加赛局开始。第4回合开始了，思南内心的信念则是更加坚定。毕竟刚才身处劣势的思南勉强扳回了比赛局势，所以思南则是继续按照第3回合的打法来与徐元庆进行对峙。不过徐元庆早就已经修改了战术，频繁的出拳出腿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击打效果。现在这个蓝方思南开始用一些怪招了，徐元庆也要特别当心。那徐元庆今天呢就是冲，但是他的组合比较少一点，对，而且弱点没那么分散，所以相对的思南比较好去防守。对。不过徐元庆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今天遏制住了思南的蓝方选手思南的那个高扫，对，哦，硬挺住了。对。注意不要打后脑。是。好。精准无误的拳脚进攻让思南犯了难。徐元庆在灵活躲避的同时，会对思南打出一些精准无误的拳脚进攻。这些拳脚进攻虽然不能威胁到思南的生命，但可以掠夺思南的点数。徐元庆也开始在加强他的，再放松一点。
肩膀放松一点。前排硬躺，后肢硬躺，后肢不是后排啊，后肢。按出来。现在打还是5-5波，硬躺，难分高下。对。徐元庆有这个摇头的习惯。哇！思南躲得很轻松啊，对啊，一个转身就逃走了。姜是老的辣。打完拳下腿，打完拳下腿。时间还剩下1分钟，思南则是越来越急躁，打出的拳脚进攻也是越来越没有章法，杂乱无章的出拳也是让徐元庆看到了希望。出拳落点不准确的思南已经失去了对比赛的掌控，此时的比赛节奏已经由徐元庆全权接手。差点打到裁判了，裁判要注意一下，不要靠太近。是的。尤其双方运动员打到第4回合很累了，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了，看到椅子就打。对，看到椅子就打。因为有时候都已经在缺氧状态，因为视线都很模糊了。软脚了，有机会。徐元庆，年轻是你的本钱，冲吧！再给闯美机会。啊，10秒。是。还是胜负难料。题继续交给裁判喽。比赛结束了，两人的发挥都很不错，尤其是思南的发挥最好。身处劣势的情况下还可以把比分扳平，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翻盘。毕竟徐元庆全程都在猛打猛冲，既然能在猛打猛冲的环境下夺回点数，足以证明思南是有2把刷子的。现在宣布比赛结果：加赛局1号裁判10-9，2号裁判10-9，3号裁判10-9。比赛结果，最终徐元庆获得了胜利，成功维护了连胜战绩。徐元庆距离世界第1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下一个死神方辨吴荣这依旧是小霸王徐元庆。大家感觉徐元庆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徐元庆的硬气。